3室1厅，豪华装修，距市区半个小时的车程，月租免费。但有个小瑕疵，房间里有2罐骨灰。这样的房子，你敢住吗？我即将入住的福音小区是专门为死人开发的。随着墓葬费用越来越高，有开发商另辟蹊径，把开发的住宅当成宗祠去售卖。这样的房子啊，有人会买吗？呵呵，大有人在。在这里，最小的房子才10平米，全款只要5万块，不用装修，只要弄几个货架，就可以把全家往后几十代的人都安置在这儿。而且小区就在市区周边，每年清明来这里祭拜，就像串门一样简单方便。小区里，走在我前面的是我一远房亲戚，他是这个小区的更夫。几天前，我在家族群里抱怨合租房空间狭小，生活不便。群里一个远亲三叔突然热心问我胆子大不大，他可以帮我提供宽敞安静的大房子。我从不信鬼神，而且对鬼神之事嗤之以鼻。就算这小区不是给活人建的，但只要住的地方安静舒适就行。环顾周围，这里和正常小区的环境还是有差别的。正常小区绿化都是小树与草坪，这个小区则满是野蛮生长的野草。三叔给我安排的是小区最里面的那一栋，楼的一侧有一座荒山。三叔指着荒山那边的围栏说，千万别往那边乱走，那个方向有不少隐蔽的捕兽夹，踩上的话脚都能给夹断。这里还有野兽，我紧张起来。没错，比起鬼神，我更怕野兽，哪怕只是野猪、野狗。听说荒山那边有会挖地洞的野兽，三叔安慰我，但我来这2年了，可一次都没见到过。走进单元，1层有2户，房门相对。三叔打开的是右侧房门，他嘴上还继续着刚才的话题。所以人呢，不要总是相信传言。我来这里的时候，还听说在我之前死了好些个更夫呢，吓得没有一个人敢来这儿。快进来看看。三叔带着我走进门，感慨道，这么特么好的房子就这样空着，有钱真是能为所欲为。正如三叔说的那样，房屋的装修和家具用的都是棕红色实木，古香古色，很有品味。虽然是给死人住的，但所有家电一应俱全。三叔才进门就带我去客厅，得意地介绍道，看这个大电视，60多寸，好像得1万多块呢。这电视能看吗？我问道。因为没电视信号，所以看不到节目。三叔尴尬一笑，连忙又介绍，不过这里的冰箱、热水器、洗衣机都能用。说完，三叔瞟了一眼主卧，继续说，只要你不害怕卧室里的东西，一定能在这儿住得很舒服。房子有2间卧室，1间书房，主卧和次卧房门相对。骨灰在那里面？我问道。没错，三叔提醒我，你要感到害怕，随时可以离开，千万别吓出点什么毛病来。我听后笑了笑，让三叔放心，因为我耳朵异常灵敏，很怕吵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安静的地方。三叔让我放心住，这房子的主人只在每年清明的时候前来打扫祭拜。昨日刚刚立秋，所以我至少还能住半年。在三叔离开时，我将准备好的2条烟硬塞给他。我们是亲戚，但只是亲戚而已。如果不是在一个微信群，我都不知道有他这一号。他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我不表示一下，心里会过意不去。将行李放好，我开始观察居住环境。客厅没什么好说的，就1个字，大。电视、沙发、餐桌都很气派。
再看书房，那是我最想看的地方。我是个文学编辑，经常将工作带回家，一忙就忙到深夜。书房对我来说可是奢侈品。走进书房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大书桌，后方是几个老书柜，书籍很多，整齐排列，将木板都压得轻微变了形。周围的墙壁上有一幅字画，除此之外，竟然还挂着一把大刀和几枚奖章。走近观看后，我肃然起敬，因为房主生前是一位战斗英雄，这柄系着红穗的大砍刀应该就是陪着他上阵杀敌的伙伴。参观完了书房，我来到次卧，我将枕头被罩全都撤了下来，整齐收好后换上了我带来的。忙完后，我看向对面房门并走了过去。三叔说主卧有骨灰，好奇的我拧了拧门把手，没想到轻松就将门打开了。主卧有独立卫浴，床上摆着2个骨灰罐与2个老人的遗像。纵然我从不相信鬼神，这样的景象还是让我后背发凉。将门关好，我心里暗暗发誓，绝不会再将这扇门打开。刚关好门，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撞击声，咚咚，像是有人在剁骨头。我侧耳倾听，声音似乎不是在这个房间里。顺着声音，我走到了大门口，透过猫眼向外瞧，也不像是楼道的声音，好像是隔壁。我想搞清楚怎么回事，就打开了门。谁知道门才一打开，声音就不见了。难道对面也有人住？我心里有些纳闷。傍晚，我外出采购回来，想顺便问问对门是否有人居住。见到三叔的时候，他正被一群猫围着。三叔，这些都是你养的啊？见到三叔在喂猫，我好奇问道。都是流浪猫。三叔指着其中一只体型很大的狸花猫，唏嘘道：就这只是我带来的，其他都是他拐来的。没想到这些小家伙越来越多。说完，三叔变得有些感伤。他回忆道：这只猫是我老伴养的，老伴病逝后，我们2个都相依10几年了。原来如此。静静地等着三叔喂完猫，我说出这次来的目的。三叔，我对门有人住吗？没有啊。三叔询问我，你想换一间房子住？我听到隔壁有声音，所以……三叔笑着说，这才进门多久啊，就开始疑神疑鬼了？我忙解释，我不害怕，就是觉得奇怪而已。这个世界哪来的鬼呀？神啊！三叔不屑道，你看看走进科学栏目，再诡异的事情调查到最后也都有一个科学的解释。我点头认同。没想到三叔看上去土里土气，思想上却能和我在一边站，都是不信有鬼。回到住处，我开始准备工作。今天虽然不是工作日，但还有几份稿件堆积在邮箱。一直到11点左右，我总算忙完了工作。刚开始洗漱，突然听到楼道里传来了开门声。三叔不是说隔壁没人住吗？我赶忙吐出漱口水，快步走到门口。透过猫眼，我看见一道人影将对面房门关上并离开。竟然真有人！我惊讶的同时跑到窗前，想看看从隔壁走出来的人。窗户折射房间里的光，让我看不清外面的情况。用力看，才隐约看到一个刚走出门洞的背影。他的脚是坡的，走路一高一低，仿佛注意到了我。对方突然回过头，他的眼睛很奇怪，在黑暗中亮白光。我打开窗户，想问他是不是住在我隔壁，可那人却转身往回走，钻回了楼道里。我也再次回到门前，透过猫眼往外看。门外站着一对老两口，
如果我没记错，正是身后的卧室里遗像上的那2个人。老头子搓着手对我说：“小伙子，让你住一宿够意思了吧？明天早上搬走吧。”我吓得一个机灵，猛地后退几步。真有鬼？怎么可能？如果真有鬼，那就让我见识见识。我上前几步，直接将门打开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门外声控灯亮着，但是并没有人。我探出身查看外面，楼道内空旷整洁，一眼望去一目了然，没什么奇怪的地方。呵呵，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鬼呢？肯定是我的幻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楼道里的声控灯突然灭了，而在黑暗中有一个模糊的影子就站在我面前，他有一双亮着白光的眼睛。我操！我吓得后退半步。刚刚灯亮的时候，我面前明明一个人都没有，这玩意儿是人是鬼？我刚问，没想到那人影像是做贼一样惊慌，猛地将我的房门摔上。砰！门口的人影只出现一次就消失了，但他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那是个什么东西？还有，遗像上的那老2口真的出现在门外了吗？我可从没产生过幻觉啊！到底有没有鬼？一直到我洗漱完毕，我也搞不清楚。干脆我走到主卧门口，我先是敲了敲门，然后将门打开了一半。客厅的灯光照进房间，刚好投射到床上，照亮了老人遗像和他们的白瓷骨灰罐。二老刚才是显灵了吗？我向房间里问道。你们很不欢迎我？房间里没有回应，寂静的黑夜中只有吱吱虫鸣。切，我竟然认为自己撞鬼了。我一边自嘲一边关门。这时候屋内传来声响，是一个老人的声音：“这是我的房子，你凭什么住进来？”我关门的动作停了下来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犹如一尊塑像。真的有鬼？我难以置信地问道。声音再次传来：“我就让你住一宿，明天我可不会这么客气了。”我知道了。说话磕磕巴巴的我费了好大力气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。不过有一点我很奇怪，声音像是从屋外传来的，并不是房间里面。发现了这一丝的不合理，我就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，非要把这事情搞清楚。这世上怎么就能有鬼了呢？我为什么那么坚定的不相信世上有鬼？我本有个双胞胎弟弟，小的时候我身体很壮，弟弟却体弱多病。老人说他是身子虚，爱招脏东西。一次发烧，父母听信老人的话，带弟弟去看邻村的大仙儿，这导致弟弟耽误了治疗，丢掉了性命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对鬼神之事嗤之以鼻，谁公开说自己相信有鬼，谁就是我的敌人。我把门完全推开，倒是要看一看是真的有鬼，还是有人在外面装神弄鬼。你在哪儿呢？出来让我看看。我出来的话，你不害怕吗？老人的声音反问道。你在窗户外面？我走到窗前，没看到鬼，却看见一个黑影慌忙逃窜，这让我更坚信有人在装神弄鬼了。我出门来到窗外，手机电筒的照射下，能清晰地看到窗户下有一对脚印。如果是鬼，怎么会留下脚印？我看着脚印冷笑，看来是有人故意吓我。往回走，我深深地看了一眼隔壁的房门，看来隔壁是有住人的，只是三叔不知道而已。第二日，经过一宿的思考，我已经想明白了神秘人为什么要吓我了。
一定是有某人偷偷住在对面，为了不被人察觉，才装神弄鬼，想将我吓走。上班的时间，我将昨晚的事情放到一边。下班后，我来到大门口的警卫室，三叔正端着茶杯听有声书。三叔，你可真行啊！我听到有声书的内容后，感慨道：在这种地方工作，还敢听恐怖故事？三叔翘着二郎腿，好不自在地说：平生不做亏心事，有什么好怕？寒暄了几句，我开始说正事。三叔，我隔壁的钥匙能不能借我用呀？你要换房子？三叔好奇道。我怀疑隔壁有人住。那不可能，三叔对我说，我每天都在这儿守着，没有人能进出小区。可我昨天真的看到人了，而且他还装鬼吓我。三叔听我将昨晚的事情讲了一遍，开始重视起来。他翻找管理员的备用钥匙，找到我住的那个单元，带着我离开警卫室，去我隔壁看个究竟。三叔打开了隔壁的门，我跟在他身后走进了房间。这个房子和我住的那间格局一样，不同的是装修要简约得多。还没等将房里的情况全都看清楚，卧室就传来声响。我和三叔对视一眼，提醒他小心谨慎，然后打开卧室门，警惕地向里面看去。房间里倒是没有人，但是透过窗户能看到一个逃窜的背影。窗户被打开了，这人应该是跳窗而出。他的腿脚有疾，跑起来一瘸一拐，但速度不慢。三叔惊呼，竟然真有人藏在这儿！我去追他。跑到外面，神秘人却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回头去找三叔，发现他正在厨房，厨房有明显的使用痕迹。从现场来看，神秘人应该住了有一段时间了。厨台上有一柄生锈的菜刀和好些块沾着碎肉的大骨头。菜刀的刀刃很钝，看上去也就能砍骨头。厨台旁有个垃圾桶，三叔打开垃圾桶里系着的大编织袋，发现里面是剁肉后剩下的内脏和残渣，这些是野猪肉。这家伙的伙食还挺硬啊。三叔从鬃毛分辨出这些是什么肉，他是怎么进来的呢？我觉得奇怪，我想他一定是在门口的脚垫下翻到了屋主留下的备用钥匙。三叔分析道。三叔，这件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我问道。先和他谈谈呗。三叔说，你听到他回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。你允许他在这儿住？我问道。能住在这种地方，想来也是可怜人。没想到三叔心肠还挺好，他说只要他不糟蹋房子，我就允许他住一段时间。那等他回来我就通知你。我对三叔说，我在书房办公，同时也在等着神秘人回家。我的耳朵异常灵敏，如果那人回来，我一定能听到声音，更何况还开着窗，外面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我都能第一时间知道。天一点点黑了，为了能看清外面的环境，我并没有开灯，而是在黑暗中办公，一直到3更半夜，我才听到有脚步声正在接近，声音不大，好像是被人故意压低了。我走到窗前，却看到人已经走进楼道里了。我连忙跑到门口，将门打开。这一次，我终于看到了神秘人的庐山真面目。那是一个尖嘴猴腮的中年人，对方穿着老旧的西装，脚上是一双破旧的大皮鞋。看到对方惊诧的神色，我连忙安抚道，你别害怕，我不是要找你算账。说完，我继续解释，我三叔是这里的管理员，他明白
你一定是走投无路才会选择住在这儿了。如果你没地方去，可以和他说清楚，他不会赶你走的。太谢谢了。男人十分感激。他走到大门前，拿钥匙开门，声控灯突然灭掉，走廊霎时变得黑暗。从外面投射的月光中，男人的轮廓变得十分奇怪。虽然是背对着我，可他的头可不像是人类的头颅。啪！男人在灯灭的时候瞬间跺脚，让声控灯重新亮了起来。前后时间可能还不到1秒钟，但黑暗中那个可怕的影子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。难道又是幻觉吗？我心里不由得问自己。自从搬进这里，我经历过一次幻觉，就是昨夜透过猫眼，我见到了房主老两口。以前从没有出现过幻觉，为什么最近频繁出现？抬头看男人，他已经将门打开了，但却没有走进去。男人开口对我说：“你的话我都清楚了，现在把门关上吧。”他看着我，等着我关门。哦，我将门关上，但立刻透过猫眼观察对方，因为我觉得他的行为很古怪。为什么非要等我关门？楼道里，男人走进房间，当他离开灯光的那一刻，黑暗中的他变了模样。我仔细盯着他呢，这一次总算是将他的模样看清楚了。他根本不是人，而是一个长着奇怪脑袋的怪物。就在这时，怪物突然转过头盯着我，这一下我看得更清楚了。他是人类的身体，却长了一颗老鼠脑袋。而当他打开灯时，模样就再次变回了普通人。似乎这怪物只要身处黑暗的环境里，就会显露出原形。直到对方把门关上，我才默默退开。坐到沙发上，我整个人瘫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我不怕鬼，但刚刚那东西怎么看也和鬼不沾边，倒像是某种怪物。会不会又是我的幻觉？我心中还有侥幸心理，但很快我就否定了我自己。最近身边这么多的怪事儿，难道都是幻觉？这说不通啊！拿起手机，我希望能在网上寻找到答案。输入鼠头人参，搜索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虚构的恐怖小说，对我没有任何帮助。直到我看到知乎上的一篇文章，作者讲述小时候家乡发生的一系列怪事，其中提到过一种怪物，当地人称之为坎君。作者形容坎君鼠头人身，面目狰狞。他有一种奇怪的本领，就是能在电灯的照射下生成幻象，利用这个能力将自己隐藏起来，或是变成厉鬼的形象吓人。但是在阳光下不行，灯光稍暗的地方也同样不行。看到这些信息，我心中巨震，这些都和对门那个神秘怪物对上号了。为什么楼道里的灯一灭，我就会看到怪物的真实模样？原来是因为那怪物懂得障眼法。文章看了一半，我突然听到走廊里传来声音，是开门声，但被压得很低，像是隔壁悄悄地打开了门。根据我刚找到的线索，对门住着的很可能就是怪物坎君。这时他悄悄打开门是要做什么？我快步走到门口，屏住呼吸，透过猫眼向外看去。楼道里空无一物，但声控灯亮着，这提醒着我没有听错。我心里怀疑，没听到有人走出楼道啊，那怪物为什么开一下门又关上了？突然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，接着单元外面投射的月光，我看到一个黑影正在我门口弯腰搜寻着什么。是那怪物，他弯着腰
掀开了我门口的地垫。他在找什么？我很快就想到，三叔曾说这里的屋主有将备用钥匙放到地垫下面的习惯。他在找钥匙。怪物直起身，手上就拿着刚翻到的钥匙，而他另一只手还提着一把菜刀。他故意没弄出声响，应该是不想我察觉。正是因为声控灯没有亮，我才不被幻象影响，清清楚楚地看着那颗巨大的鼠头冷冷地盯着我的大门。怪物悄悄将钥匙插进锁孔，我也在千钧一发之际反应过来，以最快的速度将门反锁。怪物转动钥匙，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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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，一连转动几次都没能打开门。他意识到我把门反锁了，就在门外对我说：“开门，我有事和你说。”我警惕地与门保持了一段距离，说道：“你要说什么？在门外说不行吗？”三言两语说不清楚，你打开门让我进去。怪物劝道：“我不会开门的。”我对怪物说：“我已经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了。”呵呵。怪物尴尬一笑，没再说话。片刻后，我听到怪物回去的声音，连忙贴到门上，正好看到怪物已经回家了。被吓得冷汗淋漓的我终于松了口气，庆幸自己的耳朵灵敏，所以才能逃过一劫。可这家伙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之前他好像只想给我吓走，但现在看来他很可能已经想要杀人灭口了。我想了解更多他的信息，就用手机快速浏览刚刚没看完的文章。文章里面分析了怪物的能力，为什么怪物只在灯光下能制造幻象，而在阳光下不行。文章的作者说，太阳光和灯光的光谱不同，还说什么电磁波、可见光和不可见光、波粒二象性等复杂的专业术语，这些我都看不懂，一直翻到最后。作者说，这怪物在村子里杀了很多人，直到特警出动才逃到了深山里。关掉知乎，我思考自己的处境，这地方绝对是不能住了，今晚就走。如果走的时候被发现，那怪物会不会冲出来拿刀砍我？我看向窗户，觉得自己可以悄悄地跳窗逃生。正在这时，我突然听到外面有声响，像是有人走进了楼道里。我看着那怪物进屋的，怎么又走进楼道了？正当我好奇，对门突然响起敲门声，咚咚咚。我巡逻呢，看到你在屋里活动，就过来和你打个招呼。是三叔的声音，只听他说，你厨房垃圾桶里的那些内脏能不能给我？我拿回去喂猫。糟了，我冲到门口，想要打开门将三叔拽进来，门还反锁着，开门耽误了一点时间。怪物比我先一步打开了房门，他的房子亮着灯，灯光下的他和人类没有两样。我上前一把拽住三叔的胳膊，就往我的门里拽。你干什么？三叔被我吓了一跳，本能的和我拉扯抗拒。他是个怪物，我大喊道。可三叔被怪物的伪装所蒙蔽，没办法理解。还好我力气大，即便三叔十分抗拒，还是被我拉得倒退。怪物见状，终于卸下伪装，冲上来攻击三叔。走廊的声控灯恰巧在这时熄灭，怪物的真实样貌暴露在黑暗中。他的体型很像人，身体有些佝偻，老鼠脑袋，双目亮着白光。在他手里有一柄锈迹斑斑的菜刀。怪物抬起菜刀砍在三叔的胸口上。哎呀！三叔痛呼一声，向后退却，被门槛绊倒，摔进房间。我躲开三叔，用力关门。怪物想闯进来，顶着门与我决力。他的力量和我差不多，一时间我们两个都无可奈何。怪物用身体顶着门，恐怖的鼠头从门缝里探了出来。他已经和我撕破脸皮了。
即便是在灯光中，他也不再使用障眼法迷惑我们。本来想将你吓走就算了，没想到你自己找死。怪物说出了他的目的，他就是想要杀人灭口。说完，他疯狂发力，纵然蒙后的我一声不吭，全力抵抗，可门缝还是越来越大，怪物已经探进来小半个身子了。吼！三叔已经挣扎着站了起来，用身体对着大门狠狠一撞。怪物被门夹了一下，神色痛苦。三叔，你没事啊？我高兴坏了。刚刚眼看着三叔被怪物砍了一刀，还以为会划破肚子，没想到他还有力气站起来撞门。还好那把刀不怎么锋利。三叔和我查看对面的房子时，就在厨房里看到过那把刀，不过这一下可够疼的了。三叔抱怨一句，紧跟着又是狠狠一脚踹在大门上，嘣！怪物连续被夹了2次，怪叫着把身体退了回去。我迅速锁好门，一气呵成的将门反锁，终于安全了。这下终于安全了。我瘫着坐到地上，三叔也一屁股坐下，一边痛苦地揉着刚刚被怪物砍中的地方，一边问我那是什么东西。是个怪物，我简单直接地回答道。报警吧。三叔说完却又有点迟疑。你说警察会相信我们不？我摇了摇头。如果警察来到的时候那怪物已经跑了的话，没有人会相信我们的话。管理员，你的猫还要不要了？门外突然传来怪物的声音。我和三叔面面相觑，听怪物的话，难道他拿三叔的猫做威胁？我透过猫眼去看，怪物正手里抓着三叔的猫，想以此来威胁三叔。我看看怎么回事。三叔将我推开，看向门外。当他看到怪物一只手拿着菜刀，一只手提着猫时，立刻就要打开门。三叔，你别冲动。我按住三叔，提醒他，那猫一定是假的，这怪物懂得障眼法。你快让开！三叔不听我劝，硬是拉开了门，与怪物对峙。你想怎么样？我要你像男人一样和我对决。怪物挑衅道。反正今晚要么你们死，要么我死。我希望你们能像是男人一样堂堂正正的决斗。好，你等我。三叔说完就转身寻找武器。一直戒备着的我立刻将门重新锁上。还没等喘口气，三叔就从厨房里拿出了一把菜刀。三叔，你别冲动！我拦在门前。三叔用刀对着我警告道，这只猫比我的命都重要，你快让开。看他的架势，如果我拦着他，他可能连我也一起砍。我还想劝说，但三叔已经和我拉扯起来。我先把门打开，你仔细观察一下，看看那猫是不是假的。我想让三叔自己看清楚怪物的毒计。好，三叔不再扭扯，让我快快将门打开。我小心翼翼地将门打开一半，并仔细盯着怪物手上的猫咪，想要找到猫咪只是幻影的证据。可是我没想到三叔会骗我，他竟然什么也不顾，猛地就将我推开，拿着菜刀冲向了怪物。我吓得瞪大双眼，眼看着三叔冲进怪物的房间，一刀砍在怪物身上。可是他这一刀扑了个空。果然，挟持猫咪的怪物只是一个幻象，真正的怪物隐身藏在一旁，准备着偷袭。三叔小心！我提醒三叔小心怪物。可就在这时，走廊里的声控灯灭了，一个向我扑来的黑影显露了出来，突然熄灭了声控灯，揭露了怪物的阴谋。那怪物制造出幻象后，确实一直隐身藏了起来。可当三叔冲进房间后，
他没有趁机对三叔下手，反而从房间里冲了出来。如果不是走廊的声控灯恰巧灭掉，那么站在门口的我会毫不知情的被害。可即便我已经发现了怪物，还是没时间做出反应，门还没等关上，就被他狠狠撞开。怪物冲进房间后，立刻无影无踪。我知道他在灯光下能够隐身，转身跑向没有开灯的房间。书房距离我最近，我奔向书房。即便我看不到怪物，还是能感受到他追了上来。我才刚刚跑进书房，后背就狠狠地挨了一下，疼得要命。我想到书房里有一样东西能对付怪物，顾不上背上的剧痛，冲到墙边，将墙上的大砍刀摘了下来。因为感觉到怪物就在身后，所以我拿到刀以后，毫不犹豫地转身挥砍。这个时候，我的耳边仿佛响起金戈铁马的声音，像是随着这柄大砍刀回到了那段硝烟四起的年代。怪物也像是被我这柄大刀震慑住，动作慢了半拍。就在怪物一愣神的功夫，大砍刀划出一道银色的弧线，不偏不倚的落在怪物的脖子上。一瞬间，怪物身首分离，兽头因为惯性高高抛起，掉落到门口。鼠头落地后目不能明，嘴巴一张一合，乱咬着空气。他的身体也没立刻摔倒，而是拿着菜刀胡砍一气才倒下，抽搐了一会儿才没了动静。看到怪物被我砍死，我渐渐放松了下来，瘫坐在地上，仿佛被抽去了全身的力气。因为让人住在这里有违职业操守，所以我和三叔并没有将这件事报警。我们决定翻过小区的栅栏，将怪物弄得荒山埋了。栅栏周围确实有不少捕兽夹，如果怪物的脚是在这里受的伤，那这里的更夫不明原因惨死的传说，或许就是源于怪物的报复。至于三叔为什么没有遭到毒手，我猜可能是因为怪物觉得自己弄出的动静已经很大了，不敢太过火，也可能是怪物怕猫。当然这都是猜的。怪物已经被我杀死了，埋在了小区旁荒山中。以上就是我的入住骨灰小区经历。我不会告诉你们我住在哪个城市哪个小区，但我确实是住在了这个常人不能理解的地方，一个专门为死人建造的小区，还在这里杀死了一只从没听说过的怪物。